嗨，我是佑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那上一期的内容我们已经聊过7种股票新手投资亏钱的原因。那这一期的内容我们接着来讨论一下另外8种股票投资亏钱的原因，以及为什么股票投资不赚钱。看完这期视频后，你将知道如何去避免股票投资亏钱。你是不是股票投资总是亏钱？别人买的股票都在涨，而你买的股票却一直都处于亏损的状态。你经常会刚买进某只股票，那只股票就开始下跌，或者你买的那只股票原本已经盈利了，你想说再等一下卖掉，却常常错过了卖出的最好时机。我刚开始投资的时候，也跟大多数投资新手一样犯过这些错误。自从我开始研究学习股票投资，并且时常提醒自己不要犯以下的这些错误后，我开始在股票中赚钱，出现亏损的情况也比以前少了很多。炒股可以使人迅速暴富，也可以使人倾家荡产。其中的风险很大部分来自于对股票交易的不了解和对自己的失控。那么大多数人投资股票会亏钱的具体原因究竟是什么呢？接下来我将与你分享8个股票投资亏钱的原因，以及如何避免股票投资亏钱的方法。所以一定要把这个视频看到最后，这样当你以后遇到同样的问题的时候，你才知道如何去解决。那第一个股票投资亏钱的原因就是选股不当。那很多投资新手都会有选股不当的问题，他们经常会把钱投资在一些价格很便宜的股票上面，他们以为买一些低价股，等牛市一来就有可能会翻几倍，结果他们不但没有赚很多倍，反而造成了亏损或被套牢。其实他们只是被数字的表象给欺骗了。很多价格便宜的股票都是垃圾股，股票的价格和它上涨的空间没有任何的联系，并不是说股价低上涨的就快，股价高上涨的就慢，往往低价股就是从高价股跌下来的。你可以去看看那些行业里的蓝筹股，价格都不会太低。是否值得投资一只股票并长期持有，关键还是要看这家上市公司的业绩是否每年递增，它是不是行业里的龙头股，有没有高分红、高股息等等一些问题，这些才是你在选股票的时候要注意的关键。投资不能光看估值是不是便宜，也要看你买的是不是好公司。如果一家公司连自己的生存都有问题，你又怎么指望它给你带来投资的回报呢？对不对？如果你买的股票太差，即使你买入了价格很便宜，也会亏损。你最起码得去分析股票的这几个基本点。第一就是分析这家公司的财务报表，它的业绩、盈利能力如何等等。第二就是分析这家公司的商业模式是怎样的，它是怎么赚钱的。第三就是这家公司在整个行业的竞争力是怎么样的，对上下游有没有议价的能力。最后这个行业是不是一个好的行业，你千万不要把钱投资在那些夕阳产业的股票上面，这样的话你就很容易亏钱。那第二个股票投资亏钱的原因就是高位重仓，低位清仓。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心态，往往是熊市的末端胆很小，也就是在股价很低的时候只敢买入一点点的股票，但随着股价的上涨，盈利的增加，开始越来越大胆，股价已经很高了，还越买越多。到了牛市的高峰期，甚至有人贷款来买股票，这就造成了亏大钱的一个重要原因，就是高位的时候重仓。要避免亏大钱进而赚大钱，就必然要做到低位敢于重仓，高位敢于离场。这一方面需要有看大势的慧眼，另一方面也要有敢于低位重仓的勇气。第三个股票投资亏钱的原因就是不懂得获利了结。很多人买了股票，原本可以赚很多钱的，但由于太贪心，总认为股票还会继续上涨，不愿意获利了结，甚至加大筹码疯狂的买进，结果股票下跌，买在了高点。记住，高位时不要贪心，赚了钱就要感到满足，不要总担心自己卖太早了。没有人能总是买到最低位，或者是卖到最高位。太贪心反而会让你由盈变亏。如果你不获利了结的话，那么利润只是账面上的，你不能用账面上的利润来改变你的生活。账面上的利润随时都可能消失，只有卖掉股票落袋为安，才是真正的赚了钱。第四个股票投资亏钱的原因就是频繁的交易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一个投资者一年交易200次，假设一次的交易费用为5%，那一年的交易费用就是5%的200倍，结果就是100%。那么一年花在手续费上的金额就相当于你投资的初始本金。最可怕的是频繁的交易很容易错失翻倍股。很多在股市里赚钱的人基本上都是注重长期投资的人。如果你过于注重短期收益，那么你会错失很多赚大钱的机会。而且你赚的每一笔钱都是高风险的小钱。在股票市场中频繁的买进或卖出，不仅会使收益缩水，还有可能出现亏损。
你持有的时间越长，那你花在交易上的费用就越少。你应该像猎人一样的去等待那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然后重仓出击。我们投资需要有耐心，耐得住寂寞，耐心的持有现金，等待好股票的好价格出现后再重仓买入。如果你没有耐心，把所有的现金在高价位上全部买入股票，即使遇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你也抓不住，因为这个时候你可能已经没有现金去抄底了。查理芒格曾经说过，他能有今天，靠的就是不去追逐那些平庸的机会，也就是说，他只会把钱投资在那些千载难逢的机会上面。第5个股票投资亏钱的原因就是分散风险的方式错误。都说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，分散投资风险是大多数人都知道的投资理念，但大多数人也不知道要如何去真正的分散投资风险。很多人通过买不同的股票来分散风险，但这些股票都是在同一个时间点买入的。例如在牛市大多数股票上涨的时候，大量买入不同的股票，虽然买了不同的股票，但却没有分时间点买入，这样就会有很大的风险。如果之后遇到大行情不好，股市大幅下跌，同一个时间点买入了这些股票，可能就会同时一起下跌，造成亏损。还有一些人虽然分不同的时间买入，但是他们买的股票都是同一只股票，鸡蛋还是放在了同一个篮子里，这样也是很不安全的。如果这只股票出现了问题，那你的资产就会大幅下水。所以我们在投资的时候，不仅要投资在不同的投资品上，也要分不同的时间点买入，不要一次全买完。第6个股票投资亏钱的原因就是缺乏投资知识。很多人投资股票前没有先去了解股票投资的相关常识以及投资策略，他们就急匆匆的拿着钱进入股市，想快速的赚钱发大财，什么也不懂就乱买乱卖，结果把自己弄亏了。想要靠股票赚钱，懂得最基本的金融常识、投资策略是很有必要的。如果投资没有策略，就像打仗没有排兵布阵一样，最终只能惨败收场。一般人在股市赚钱的投资者，他们一定是有一套成熟的投资理念和分析方法，以及久经考验的交易策略。如果你对一家公司的财务、商业模式、当前的估值等这些最基本的情况都不是很了解的话，那说明你对这只股票的认识还不到10%。如果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就买入一只股票，是非常容易亏钱的。记住，你的知识和策略越好，以及你对投资品的了解越深，你赚钱的概率就越高，亏钱的概率就越低。所以学习股票投资知识是非常重要的。我的频道是关于投资、理财、赚钱相关话题的。如果你对这些话题感兴趣的话，就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，这样每次我发布新视频的时候，你才会收到。第7个股票投资亏钱的原因就是没有一个投资策略。很多投资新手在投资的时候，他们都没有一个投资策略，在不清不楚的情况下就开始投资，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卖出，上涨的时候不会卖，下跌的时候就一直持有。没有投资策略，就很容易导致亏钱的情况发生。就好像投资了一只很有潜力的股票，本应该长期持有，但却因为不了解，也没有一个投资策略，就因为短期的股市下跌，害怕亏的钱越来越多，而在亏损的情况下，把这只很有潜力的股票低价卖出。这种就是典型的高买低卖，最后亏钱收场。那什么是投资策略呢？投资策略就是知道什么情况下采取什么样的行动。比如你要投资的期限是多久，上涨了多少以后要卖出，如果下跌的话要怎么去处理，如果买进的股票不涨也不跌，那要怎么办？经济如果出现变化，是否要卖出？这就是投资策略。还有一些人他们有投资策略，但他们为什么也会亏钱呢？因为他们一直在更改策略。例如小明原本计划股票上涨到15%的时候就获利了结，但当股票真的上涨到15%的时候，小明却想说这只股票现在上涨的空间还很大，应该还会上涨，等股价涨更高的时候再卖掉。结果股价没有上涨到更高，反而下跌到买入的价格。这时候小明又想说，等股票再次回到10%的时候我就卖出。可是股价没有涨回来，反而越跌越深，结果跌到了亏损30%。这时候他又想说，等股价升回到只亏损10%的时候卖出。他就这样一直的更改策略，一直的等待，直到他亏损了50%的时候，他开始担心持有的股票会跌更多，然后这个时候他就果断的卖出了他的股票，结果亏损了50%。有些人还会为了降低买入的成本价，在股价下跌的时候不断的买进股票，结果被股票套牢。投资中一直更改策略，就等于没有策略一样，很容易造成亏损。避免亏损的方法就是掌握一套投资策略，不管经济如何，都能让我们长期的获利。之后我会录制更多股票投资策略的视频，
所以有空的话，经常回来看看我的视频，这样的话你才会知道更多的投资策略。第8个股票投资亏钱的原因就是盲目的相信炒股软件。有些人为了走捷径，想快速致富，就会相信别人推广的一些炒股软件啊什么的，然后花了几万块钱买来，不仅没有赚到钱，反而亏得血本无归。他们从来没有想过，这些软件正是因为效果不好，才会拿出来卖给不懂行的小白。真正好的炒股软件，别人只会留给自己用，怎么可能拿出来卖呢？用这个软件的人越多，那么这个软件就越没有效果。因为谁都用了这个软件来赚钱的话，那谁还来当韭菜呢？对不对？并且有这么个赚钱的工具，炒股就可以赚很多钱了，还需要去推广卖这个炒股软件吗？所以不要相信股票投资有什么速成的秘诀。股票投资成功的最大秘诀就是通过你的学习，一点一滴的积累你的投资经验和学习更多的投资技能以及投资策略。最后我想说的是，不要投资你输不起的钱，然后学会资产配置，提前做好市场调整的准备。人都会有天生的一些弱点，但是要想在投资中长期赚钱，就必须克服以上这8个导致投资亏钱的原因，以及这个视频中所提到的另外7个股票投资亏钱的原因。有空的话可以去看看这个视频。在投资中，如果你能做到与众不同，那么你就不会像大多数人那样在股市中亏钱了。那我们现在来回顾一下这8个导致股票投资亏钱的原因。第一个就是选股不当，第2个就是高位重仓，低位清仓，第3就是不懂获利了结，第4就是频繁的交易没有耐心，第5分散风险的方式错误，第6缺乏投资知识，第7没有一个投资策略，第8盲目的相信炒股软件。如果你喜欢这一期的视频，就为它点赞，并把它分享出去。记得关注这个频道，更多关于股票投资相关的视频会在以后推出。记得打开通知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可以帮你赚钱的讯息了。好了，我们下一期见，拜拜。